海玲回到任你食餐厅，她请的经理已经开了门，员工们各就各位，正在为中午用餐高峰期做着准备呢。海总，海总，看到海玲回来，大家都笑着问好。昨天餐厅开张，生意好不说，仅是到场祝贺餐厅开张的贵客，就让大家兴奋不已，干劲十足。他们觉得能跟着海玲这样的老板，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，收入越来越高的。好好干呀，说不定还能升职呢。只要海总多开几家连锁餐厅，他们身为第一批员工，极有可能被安排去新店当管理层，所以大家都干劲十足。这海玲微笑着点头，她先进厨房看过采购买回来的食材，确定食材的质量都是好的，她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。在食材方面，海玲是宁愿自己少赚点，也要用好的食材。不管是任你食早餐店还是任你食餐厅，她都一视同仁，既是凭良心做生意，也是担心自己万一做得不好，会连累妹妹的名声。为了妹妹，为了亲家的名声，海玲在管理上特别严，每天采购回来的食材，她都会亲自查看。海玲刚坐下不久，敲门声响起，她抬头看到经理站在她的办公室门口。就在她抬头的时候，经理说道：“海总，那位周姐又来了。”周红英。海玲淡淡的道：“让她进来吧。”现在的她也不怕周红英了。这周红英来呢，她渐渐也不怕。这经理应了声，扭身走开。很快，经理带着周母和周红英母女俩进来，请两个人坐下后，海玲对经理说道：“陈经理，麻烦帮我沏一壶茶进来。”海玲：“不用麻烦了，我和妈不喝茶。”周红英堆着笑拒了，知道钱婆婆和大姑姐的确是不喝茶。海玲示意经理去忙她的事，她自己起身去给两个人各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“哎，阿姨，周姐，你们找我有事？”海玲客气地问着。那周母打量了一番海玲的办公室后，说道：“海玲，我们也没有什么事，就是昨天你新店开张，我和你周叔没时间过来，今天有点时间了，就过来看看。你这餐厅装修的不错呀，生意肯定会很好的。”海玲笑了笑，就是简单的装修了一下。承你老贵言，我餐厅的生意会很好的。那个海玲，哎，以后我们的午晚餐能不能在你这里定做？这到点了，你就给我们送过去吧。医院里的饭菜我们吃厌了，医院附近的那些快餐馆我们也吃了个遍。你烧菜做饭一向好吃，红林在恢复期要吃好喝好，我想从你这里买的饭菜，他会吃得香一点，吃好了，身体才能康复得快呀。海玲并没有拒绝，她在桌面上的一个小盒子里拿出2张名片，就将2张名片分别给了周红英母女俩。阿姨，这名片上面有订餐电话的，背面有我餐厅的招牌菜单，你们想吃什么，提前打电话订餐就行。只要你们订好了餐，饭菜做好后自会有人给你们送过去，那他就不可能亲自送过去的了。那这对母女俩大概率还是不死心吧，就还在妄想着给他和周红林制造机会。别说周红林还没有离婚，就算他再次离婚，他们也不可能。周红林心里明白得很，所以周红林呢，从来没有当面和海玲说过复婚的话，都是他的母亲和姐姐在折腾。一如当初啊，也是这对母女折腾，最终折腾的他和周红林离了婚。周母讪讪地笑着，那我们到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订餐。海玲，我看你这里生意是极好的，还需要请人吗？现在不需要，上次我也和周姐说了的。周红英想起海玲拒绝给她安排工作的话，也是讪讪地笑。母女俩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呢端起了那杯温开水，慢慢地喝着。坐了几分钟后，还是周母老脸薄一点啊。她对海玲说道：“海玲，你忙，我回去照顾红林了，过2天周末了，带洋洋去看看他爸。红林就盼着周末的到来。”
海玲应着，等洋洋放假了，我会带他去看他爸的，到时候他让阿七带着洋洋去医院看望周红林，他就不陪着儿子过去了。就不想给前夫一家人半点希望。那我们先回去。周母放下了那杯未喝完的温开水，起身要走。阿姨，等等！海玲叫住了钱婆婆。周母扭头看她，就看到她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大红包。阿姨，这是周姐昨天给我的红包，她说是阿姨和周叔给我的开业贺礼。现在你们家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这钱你拿回去给洋洋爸买点营养品补补身子，阿姨和周叔也要买点好吃的补补身子。周红林出事后，梁老显得苍老了很多，头发都白了大半。等到周红林脱离了危险，转入普通病房后，梁老没日没夜地照顾儿子，年轻人都撑不住，不要说见上年纪的他们。那5000块钱海玲是不会收的。昨天没有直接拒绝，是担心周红英会昧下那5000块钱，别以为这个女人做不出来，她做得出来的。周母就连忙拒绝，她说道：海玲，这是我和你周叔给你的贺礼，钱不多，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哪有退回来的道理？你莫不是嫌我们给的太少？女儿回去告诉他们，海玲的餐厅开张营业，来了很多有头有脸的人捧场，收贺礼都收到手软。他们的5000块钱的确算是薄礼了。阿姨，你们现在也困难啊？我领了你们的心意，这钱拿回去。海玲将红包塞还给周母，那周母又要塞给他，就2个人你推我，我推的。周红英忍不住从母亲手里抢过了红包，说道：妈，海玲现在又不差钱，红林还在医院住着，等他出院。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呢，海玲那是体谅你们，拿回去吧，给红林，还有我爸都买点营养品补补身子。周母这才无奈地对海玲说道：海玲，那我们走了，周末记得带洋洋过去看看他爸爸。从餐厅里出来，周母就向女儿伸手：妈，你要什么呀？周红英装傻扮吃。周母说道：海玲还回来的那5000元贺礼金给我。妈，我家建材店的生意最近不好做，都没有什么钱赚，我一家5口人的伙食都快成问题了，就这5000块钱给我周转一下吧。再说了，红林出事的时候，幸好我在帮着红林挡了挡，红林才捡回一条命，我也受伤住院，姓叶的进去了，没有赔钱给我当医药费，我住院的所有开支都是我自己出的。红林和毒妇叶还没有离婚，就是你们的儿媳妇，你们儿媳妇伤了你们的女儿，给我5000块钱就当做是营养费了。周母伸手戳了一下女儿的额，少在妈面前哭穷，爸妈帮了你那么多，还不知足啊？现在家里是什么情况？红林住院花光了家里的积蓄，就是这5000块钱也是我和你爸东凑西拼才凑来的，别以为妈不知道你们夫妻俩存了多少钱，没有几百万，100万是有的。你们的建材生意好得很，妈是在医院待了很长时间，不代表妈傻了。现在红林还不能出院，不知道还要花多少钱呢。你就算要打劫你的娘家，也不能在这个时候。想想红林过去也帮了你们不少，你以前想吃什么，都是去你弟弟家里吃，是海玲像侍候祖宗似的侍候你一家5口，占便宜占习惯了，也不看看自己的娘家兄弟现在是什么情况。周红英不情不愿地拿出了那个大红包，将那5000元还给了母亲，嘴里还在嘀咕着海玲现在有钱了，她是和红林离婚了，但红林是洋洋的亲爸，要是没有医药费了，你们去找海玲要，看在洋洋的份上，海玲不会不给的。周母伸手就捏了女儿的脸一把，她气得很，下手也狠。那周红英被母亲捏得痛死了，
海玲不欠着我们家的，不欠着红林的洋洋跟着他，他要花费更多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来抚养洋洋长大成人。我们不帮他就算了，哪好意思去找他要钱？你这话要是让你爸和你弟听到了，你爸不抽你几耳光，我就跟你们姓周了呀。周母骂了女儿后，又自责后悔，都是爸妈没有教好你，把你养成了个自私自利的白眼狼，只知道占自己父母兄弟的好处。有本事的，你去占你婆家的好处呀。行了，妈，我已经将钱还给你了，你别再说了，我知道我不是个好东西，好歹是你亲生的，我是爱占红林的便宜，但在红林出事时，我也以命相搏去救他了。周红英扭头看着任你食餐厅的外部装潢，羡慕地道，我以后要是能开一家生意火爆的餐厅，做梦都能笑醒。就你那厨艺，开个毛餐厅，别亏死了。海林开餐厅生意火爆，不仅仅是他厨艺好，还因为他的妹妹是占家大少奶奶。赶紧走吧，以后你别老是来海玲这里丢人现眼的。周母骂了女儿几句，撇下女儿自己走了。周红英嘀嘀咕咕的，这也不知道她在嘀咕什么。她没有跟上母亲，而是自己扭头走向另一边。那与此同时的管城大酒店，苏少主特意开了一辆10来万的7座商务车过来。他这辆商务车和战印当初装穷骗妻时使用的商务车同款的，苏少主的车子还是新车，一看就知道是刚买的。买这辆车他倒不是用来装穷，程庆救他的时候，他就是开着一辆几百万的豪车，在程庆面前也自曝是位大总裁，所以他没有必要装穷。今天之所以开一辆7座商务车过来，是因为他给孩子们准备了见面礼物，都是孩子们喜欢玩的玩具，东西多了他才会换一辆车的。换一辆普普通通的车辆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苏少主在管城很出名，但他经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很少人见过他本人啊。他开着一辆10来万的车子出现在管城大酒店，的确是引不起别人的注意。到了管城大酒店，苏少主也没有马上下车，而是先打电话给程庆。程庆很快就接听了他的电话。苏先生，程小姐，上午好。上午好，苏先生，怎么了？程庆带着学生们继续比赛，并不在酒店里。他接电话的时候，那视线还盯着正在比赛的学生，都是他精挑细选带过来的好苗子，表现得不错。要是这一次比赛，他程家武馆又能拿到冠军的话，又可以替程家武馆宣传一波，吸引更多家长送儿女到武馆学武。哇，程小姐在忙？我的学生还在比赛呢。苏少主笑了笑，这样呀，那你们现在不在酒店吧？我们说好了中午一起吃饭的，我请程小姐和孩子们吃饭。程小姐还记得吗？现在还没有到吃饭时间呀，等我们比赛结束就可以回酒店吃饭了。程庆本能地道。苏少主笑，我已经来了酒店，那我在酒店等着你们。程小姐先安心看着学生比赛，她给孩子们都准备了礼物，也给程庆准备了一份中规中矩的礼物。程庆笑道，苏先生这么早就过来了，我想着11点半再联系苏先生的。请客吃饭还是请我的救命恩人吃饭，肯定要早一点到酒店的，总不能让程小姐等我呢。程小姐，没事的，我就在酒店里等着，你安心看孩子们比赛，提前祝你们夺得冠军，我们一定会夺得冠军的。程庆自信得很。哇，他打小学舞那一身拳脚功夫，连苏腾的那些手下都说他厉害。由他教出来的学生，他自信一定能夺得冠军的，就拿到了冠军。回去后就跟他爸要一笔奖金，他的小金库。因为这次带着孩子们住在管城大酒店，不用比赛时，又喜欢带着一班化古龙到处逛，
让孩子们见见大城市的繁华，开阔一下眼界，钱就花得七七八八了。为了充实自己的钱包，这一次冠军，他比谁都希望夺取。苏少主喜欢程沁的自信及霸气，这真不愧是他的命定之女啊。苏先生，我先忙，中午再见吧。苏少主笑着，好。程小姐先忙。对了，程小姐和孩子们需要接送吗？哎，我可以过去接你们的。程沁道谢，谢谢苏先生的好意。不用了，我们包了大巴车的，比赛结束后就能坐大巴车回酒店。那好吧，下次有需要不用请大巴车，打个电话给我，我帮你们安排就行。程沁笑着，行，下次我们再过来比赛的话，就麻烦苏先生了。比赛经常有，不过来管程的次数很少。程沁想着苏少主那么客气，他随口应下来，反正机会几乎不会再有的，也就麻烦不到苏少主了。那结束通话后呢，苏少主自然不会在车上等到中午，天气那么热，就算车上有空调，等那么长时间也难受的。他下了车进酒店，在酒店1楼的休闲区，那里挑了个位置坐下来，看着这管程的客人进进出出的呀。管程的生意啊一向很好，每天来这里吃饭的，谈生意的，住酒店的，人来人往，热闹得很。负责酒店运营的人是战家3少爷战浩宇，不过战浩宇此刻并不在管程。苏少主知道战浩宇在江城暂住，目的是追妻啊。那战家在江城那边也有几家大酒店，战浩宇可以一边追妻，一边管理着那边的酒店运营，工作追妻两不误。老太太给孙子们挑选了妻子人选，苏少主知道这件事，不过老太太给战家那几位少爷选的是哪家千金，苏少主就不知道了。那别人的感情之事他不感兴趣。000，苏少主的手机呢响了起来，他掏出手机看了那个来电显示，是个他不熟悉的电话号码，不过能打到他这里来的人必定是熟悉他或者他身边的人。于是呢，苏少主接听了这通电话。苏少主，是我商小飞。原来是商小飞的电话号码。别看苏少主追求商小飞一段时间了，事实上他没有记住商小飞的电话号码，因为他的追求是假的，是他和唐永安打赌，输给了唐永安，不得已才追求商小飞，将唐永安解救出来，不用再被商太太盯着，所以他并没有将商小飞放在心上。商小姐有事啊？商小飞压抑着怒火说道，苏家主携着家主夫人带着厚礼来拜访我父母，商讨我们俩的婚事啊。一向泰山崩于前也毫不变色的苏腾此刻脸色大变，还不受控制的啊了一声，引得周围的人都看过来。苏少主猛地站起来，大步的往外走。商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已经瞒得紧紧的了，什么时候泄露出去的？商小飞怒道，你都不知道我？那知道，你是苏少主，都不知道，问我问谁去？苏少主，这件事是你惹出来的，连累了我不管你现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，麻烦你立即马上过来。苏少主自知理亏，他不好意思地道，商小姐，你先别生气，这件事是我不对，是我连累了你，我马上过去跟我爸妈解释清楚。商小姐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，尽管跟我开口，我能帮你解决的，无条件帮你。理亏的苏少主赶紧向商小飞许下承诺，免得被商小飞扎小人。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，以后需要用到你的时候，我绝对不会跟你客气的。商小飞说完后就挂断了电话。听到商小飞和苏少主通话的海童，等他扔下手机后，起身走过去，拿起他的手机放回到他的面前，气成这般，手机都差点被你扔坏了呢。
坏了就让苏腾赔新手机给我，都不知道他搞什么鬼，连累了我。商小飞是接到了母亲的电话，让他赶紧回家，一问才知道苏家主竟然知道了。苏少主近段时间对他展开了热烈的追求，苏家主担心儿子一辈子打光棍，听信算命大师的话，到处寻找适婚年龄的女孩子，或拍照，或安排真人相见相亲，就折腾了一段时间都没有结果。管城上流社会的人都知道，苏家主如今为了娶个儿媳妇疯狂得很。但凡苏少主愿意多聊几句话的年轻女孩子，都会被苏家主安排与苏少主相亲。但是大家又知道苏少主有病，那些女孩子就算看上了苏少主的颜值、身份地位，也不愿意守一辈子的活寡，故而相亲无一例外的没有结果。忽然知道儿子近段时间在追求商小飞，天天送花送礼物，商小飞只要出差回来，他儿子都去机场接机。苏家主夫妻俩顿时欣喜若狂，认为商小飞才是儿子的命定之女，认为是战奶奶介绍的大师没有算准，于是夫妻俩不管不顾的带着厚礼登门拜访，开口就说要和商太太夫妻俩商量商小飞和苏少主的婚事。着实把商太太夫妻俩吓了一跳。其实商家人也在提心吊胆，总觉得纸包不住火，苏家主早晚会知道的。这不呢，纸就被火烧破了。海童问道：你刚刚说苏家主夫妻俩去了你家，跟我大姨说商议你和苏少主的婚事，可不是吗？苏腾还是苏家的少主呢，竟然瞒不住。商小飞开始质疑着苏腾的能力。海童心虚的道：苏家还是苏家主当家的，苏少主只是少主，是接班人，但还没有完全接班嘛。看到自家表姐那么生气，海童越发心虚，也理亏。苏腾一点都不喜欢我，我更不可能喜欢他，都不知道那家伙搞什么鬼。问他又不说原因，天天给我送花送礼物，居然天天都在吃醋。海童，小飞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件事一开始是我大姨惹出来的。商小飞看着他，胡姨、彤彤，你知道真相？我不久前就知道了真相，就是不好意思说是我对不起你。你说我不生气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件事怎么是我妈惹出来的？不过苏腾有时候说话，的确是扯到了我妈。海童犹豫了片刻，说道：大姨不同意你远嫁，想拆散你和君然，不是想撮合你和唐永安吗？就是战印的表弟。商小飞点头，我妈当时是那个意思，我都被我妈烦死了。唐先生也是，他一开始不知道我妈的意思，后来知道了，是我和我家如龙潭虎穴，听说他连房子都卖了，不再跟我们同住一处别墅区。说起这件事啊，商小飞无奈至极，觉得对不起唐永安，就无端端的就把唐永安卷了进来。唐永安是战印的表弟，他被我大姨的计划烦得很，跑去找战印诉苦，求战印给他支招。这不等海童说完，商小飞就猜到了。他问海童：彤彤，是战印让苏少主追求我的，战印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安排苏少主去追求你啊？他就是跟他家表弟说，让他去找苏少主帮忙。苏少主患有寡情病，不是他命定之女的女人，嫁给他都是守活寡。要是苏少主肯出面帮，唐永安转移我大姨的注意力，唐永安就可以脱身了。还有一点，苏少主要是出面了，我大姨也会在苏少主和君然之间做个选择的。大姨是舍不得你远嫁，但相较于守活寡，她宁愿你远嫁 A 市。你和君然又是郎有情妹有意的。小飞这件事是战印嘴多，给他表弟指了条路，但是唐永安用什么方法求得苏少主出手的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我替战印向你道歉。
这段时间因为苏少主给你带来了困扰。商小飞原来这么一回事，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，原来是因为他母亲制造出来的。商小飞因为苏少主的追求头痛不已，甚至生气，在知道真相后，忽然就不生气了。也气不起来，因为源头来自他的亲生母亲啊。见海童一脸的愧疚歉意，商小飞连忙安抚着海童，说道：童童，你不用道歉，我不会生气的，也不会怪你们家战印，说到底还是因我妈而起。虽然苏少主插手后带给我困扰，不过好处还是有的，那不能忽略了。至少我妈现在已经松软很多，对君然的态度也好转了。苏少主又只是做做样子，并不是真的追求我。我和君然的感情也因为他变得更加的牢固。主要苏家主不发疯跑来提亲，其实我也没那么气的。海童夫妻俩都担心商小飞知道真相后会生气，怪战印嘴多。商小飞知道了真相，忽然就平静下来，会折腾出这么多事情来，是他母亲反对他远嫁 A 市，他并不怪战印。海童自责的道：小飞，我是不久前知道真相的，但我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。我是看到因为苏少主对你的追求，我大姨偏向了军武少，我就没有第一时间说出来。商小飞笑道：我又不生气，你们肯定都是为了我考虑的，你别放在心上，现在知道原因了，也算是解了我的困惑。想到苏家主夫妻知道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过来提亲。商小飞头痛的道：就是苏家主夫妻俩的行动太快了，着实让人头痛呀。哎，不说了，彤彤，我先回去看看，你也早点下班，别太累，肚里的宝宝最重要呀。商小飞拿起手机，挽起包，匆匆忙忙离开办公室前，还不忘叮嘱着海童。海童跟着走到办公室门口，就看着他匆匆的离开。商小飞的车子驶出公司后，海童才往回走，然后打电话给丈夫，告诉丈夫她将苏少主为什么会追求商小飞的真相说了出来。战印对商小飞这个表姐有点阴影，听到老婆说出了真相，他连忙问商小飞：我是说表姐有没有很生气，要扒我皮的那种？听了他的问话，海童故意说道：很生气，说要扒了你的皮，让我把你赶到书房去睡。那可不行，谁都不能将咱们俩分开。他生气就生气呗，我只是跟永安说了两嘴，哪知道永安真能请得动苏少主帮忙。永安会烦着，也是因为商小飞和君然的感情之事，我表弟无辜被卷进来，我当表哥的给他支了个招，有什么错啊？商小飞是你的表姐，永安是我的表弟，我们俩都是为了自己的老表而已。理直气壮地说了一堆话后，战印语气一转，小心地问着：哎，老婆，商小飞真的很生气，逗你的。小飞知道真相后不生气，他一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咱们别以小人之心猜度他。只是苏少主假装追求他的事，不知道怎么的泄露出去了。苏家主已知晓，苏家主夫妻俩带着厚礼去了我大姨家里，说要与我大姨商议小飞和苏少主的婚事。小飞已经赶回去了，也通知了苏少主赶紧过去。战印说道：不用担心，娶妻的人是苏少主，他不愿意娶，他爸妈逼不了他的，那他也会向他父母解释清楚。海童知道逼迫不了，他就是担心君然会不会误会吃醋什么的，君然那里也不用担心，他不会误会的。不过吃醋在所难免，估计君然听到这个消息能跳起来。战印看看时间，问着电话那边的爱妻：彤彤，咱们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大姨那里吃饭了，中午就去陪大姨吃顿饭吧，我现在过去接你。
海童爽快地答应了。这夫妻俩呢是吃瓜二人组。那与此同时的商家，商太太亲自给苏家主夫妻俩沏了一壶茶过来。那又给两人各倒了一杯茶水。谢谢亲家。苏家主笑眯眯地道谢，接过那杯茶水，动作优雅地喝了一口。听着苏家主夫妻俩开口闭口都是亲家，商太太夫妻俩的脸绿了又绿，却无可奈何。他们纠正过数次了，嘴巴长在苏家主身上，苏家主依旧称呼亲家，他们也没有办法。商无痕兄弟俩一前一后进来，商无痕是收到了老婆发过去的信息，吓得他立即让副总裁接手他的工作，继续与客户谈着生意上的事。他则通知了弟弟，然后兄弟俩匆匆地往家赶。商太太严肃地道：苏家主苏腾真的不是喜欢我们家小飞的。苏腾的情况我们也听说了，他和小飞不是第一次见面，如果小飞是他的命定之女，他们俩早就结婚生子了，不会等到现在。商先生也附和地说道：苏家主，这真的是个误会，苏少主也不是真的在追求我们家小飞，其中肯定有什么隐情的。我们家小飞也有男朋友了，他们的感情很好。苏家主笑眯眯地道：亲家，我都问清楚了，最近一段时间苏腾那小子瞒着我们，偷偷的给小飞送礼物送花，还来了你们家几次。小飞出差回来也是他去接机的，那小子瞒得太紧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早知道了我们早就过来。咱们俩家又是旧识，认识几十年的了，知根知底的。放心，小飞过门后我们会当她是亲生女儿看待的。苏太太也说道：是呀，知根知底的好，我们没有女儿，有了儿媳妇，会将儿媳妇当成女儿来宠着，不用担心苏腾欺负小飞，我们绝对站在小飞这一边。只要能让他们的儿子成为一个正常的男人，他们就算是死也能瞑目了。可是我女儿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他们感情很好，那商太太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苏少主不是真的喜欢小飞，但他确实在追求小飞。小飞出差归来，他都会去机场接机，那还会送很多礼物给小飞。亲家不是看不上君然吗？我听说了的，亲家舍不得女儿远嫁，所以不同意君然和小飞在一起。亲家的不舍是对的，你们就一个女儿，是离我们管城是有点远，女儿嫁得远了，想见一面都难，她回娘家也难，娘家人去看她也难，总之就是难。再说了，远嫁的女儿在婆家过得好不好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万一过得不好，娘家远都无法给她撑腰，所以亲家不赞成君然和小飞在一起，我们100个支持。蓝鲸在这个时候插话进来，他替君然说了几句话。我觉得君武少不会欺负小飞的，他爱小飞都来不及。是有点远，好在还没有脱离本省，君家的家风跟我们管城战家的家风一样好。君武少的亲哥哥叶君博也是出了名的宠妻，我妈常说好家风出好男儿，小飞和君武少在一起会很幸福的。苏少主对我们家小飞，我们始终看不出他对小飞有真感情。苏家主、苏太太，还是等苏少主过来了，问清楚他对小飞是抱着什么心态的再说吧。苏家主夫妻俩太直接就过来要商议婚事。蓝鲸的话让苏家主一时间无法反驳。君家是没有什么黑历史。很快啊，苏太太笑道，虽说君家是个不错的婆家，不过君家还是远了点儿，亲家就只有小飞一个女儿，哪舍得远嫁呀，还是嫁在我们管城本地好一点，想回娘家多方便呀。现在交通是方便，小飞要是嫁去了 A 市，就算她坐飞机也要2个小时吧，自己开车的吧，全程高速也得好几个小时，哪能和嫁在管城本地比呢？
我苏家离你们商家多近呀？小飞开车回娘家，10几分钟的车程就到了。蓝晶笑道：我们隔壁的那栋别墅是军武少的，他长期在管城，小飞若是嫁了他，其实也没有离开管城，住得更近。他在楼顶上叫喊一声，说要回娘家吃饭，就我们都能听见。他看向商太太，知道在商家真正能说话算数的人是商太太。商太太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：苏太太，我对苏少主没有半点意见，但是苏少主对我们家小飞的确没有感情。我是希望女儿不要远嫁，就嫁在管城也要两情相悦，我们两家都不需要联姻，就以孩子的意愿为主罢矣。他是舍不得女儿远嫁，想让女儿嫁在管城，也极力的给女儿介绍男友，撮合女儿和唐永安或者其他优秀的青年才俊。但他的女婿人选当中并没有苏腾。苏少主要不是有病，他和小飞的脾性应该能合得来，可他有病啊，他那种病还不好治。要看缘分的。小飞和苏腾没有那种缘分，强扭在一起，谁都不会幸福呀。商太太舍不得女儿远嫁，确实希望女儿幸福的，哪舍得让女儿守一辈子的活寡呀？先生，太太，苏少主来了。佣人走过来，告诉商太太夫妻俩。商太太从来没有像此刻那般盼着苏少主出现的。他叠声说道：快请苏少主啊！很快，苏少主大步流星地走进来。他刚进来，商小飞也回到了，跟着他一起的还有君然。爸妈，你们这是做什么呀？苏少主进屋，看到堆满了一茶几的礼物，脸是绿的。苏腾，你个臭小子，明明有了心动的对象，也不跟我们说，害得我和你妈整天都是吃不香，睡不着，整天都想着如何救你。那你倒好，喜欢了小飞呢，还要瞒着我们。苏家主一见儿子就骂了儿子几句。苏少主黑着脸说道：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小飞的？我不喜欢商小飞，从来就没有爱过他。苏家主夫妻俩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最后，苏太太不解地问着苏腾：你真的不爱小飞，为什么给他送花、送礼物？他出差归来，你还去接机，这是你从来没有过的表现。你做的这些事都是追求的。哪个男人追妻时不是送花送礼物的？那是我和唐永安打赌，输给了他，就必须无条件的帮他解决一个难题。他的难题就是让商太太死了撮合他和商小飞在一起之心。我和商小飞又不是今天才认识，我也不是今天才病，若是喜欢他，早就喜欢他了，用得着现在才追求吗？我要是早就喜欢他，也发现不了我有病。你不是有病，你那是特殊情况，不要开口闭口说自己有病。苏太太是当妈的，听不得儿子说他有病。他的儿子只是情况特殊而已，身体健康的很啊。苏腾，你说的都是实话。苏家主瞪着儿子问着：爸妈，我找到了能让我心跳加速，不由自主就想亲近他的女孩子了。她今年还真的是只有24岁，所以我的命定之女，绝对不会是商小姐吧？苏腾本来不想太快，让父母知道程沁的存在，现在却不得不说出来，免得父母对商小飞不死心。